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溜了，央视公开了轰六节携带鹰击12的画面。那么，英国的航母是被吓跑的吗？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离开南海之后呢，各个媒体呢对此做了相应的分析，可以说众说纷纭。网上呢还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而央视8月1号公开的轰六节携带鹰击12的画面，被认为是恐吓英国航母编队。那么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那么从战术的角度讲，轰六节这款中远程的战略轰炸机携带鹰击12超音速反舰导弹，可以说是对现代航母最大的威胁之一。中远程的战略轰炸机加远程的反舰导弹，那么它的杀伤链在不断的扩展，完全可以在3000公里外猎杀敌方的海上编队，当然也包括航空母舰。再加上战略轰炸机，它的机动部署能力非常灵活，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未来快速反航母作战的手段之一。中国这次真的是用轰六节来威胁英国的航空母舰吗？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其实英国海军包括美国海军对中国的反舰能力以及所配备的各种各样的反舰武器系统，他们都心知肚明，不需要我们央视来展示相应的画面。那么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打击群进入南海后，它并没有按照先前所宣传的要进入我们的岛礁附近搞所谓的自由航行，甚至呢也没有向中国发起任何挑衅，就匆匆忙忙的从南海的边缘驶过，最终呢进入到了菲律宾海。可以说它这个行动是受几方面因素主导的，但是呢我个人看法并不是因为我们亮出了轰六节就把它吓跑了。其实呢英国人跑到南海地区活动本身呢主要就是刷存在感，并不想挑太多的事儿。因为区这么一个杂牌的混合的由多个国家的军舰组成的航母打击群，综合作战能力非常有限，难以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相抗衡。那么在国际上两国进行的暗斗并不一定是要用武力相威胁，有时候呢往往还会把对方当成陪练。英国的这个航母战斗群这次最大的亮点是携带了F-35隐身舰载战斗机。那么它如果能携带这样的战斗机跑到南海地区进行相应的活动，恐怕对我们来讲还是求之不得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近距离的对它进行观察，获得更多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包括隐身信息、雷达信息、数据链信息等等。那么如果我们派出军舰一路护送英国的这个所谓的航母打击群，那么我们可以得到更多有价值的情报。但是很可惜，英国人这次匆匆忙忙地跑到了菲律宾海，然后从台湾东面驶向日本海。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让我们少了一次近距离观察英国航母和它的舰载机的这么一个机会。这次英国航母为什么匆匆忙忙跑？我想做决策的可能是2个方面，一个是英国皇家海军知道，如果在南海地区这事儿完蛋没有好果子吃，何况他这个编队状态百出，100多个水兵在航母上感染了新冠病毒，护航的驱逐舰什么漏水发生故障状况不断，再加上它的舰载机数量非常少，只有8架 F-35B 隐身舰载战斗机，不得不跟美国商量，让他增派一个舰载航空兵中队来驻扎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那么这样的一个比较弱的作战能力，再加上为他护航的军舰还不都是英国的，还有荷兰的、美国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感受到我们的压力，那么匆匆忙忙跑掉了是有情可原的。另外呢，我估计由于他的航母上驻扎了美国的一支舰载航空兵中队，美国人就有权做出相应的决策。因此从南海溜到菲律宾海这样的一个决策，是否是最终由英国皇家海军做出的，还是由美国海军做出的，这个我们现在不得而知。我想这2种可能都是存在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在南海刚刚亮相就消失了，那么这样一个行动有些人笑话它，我想这也是一个老牌海军强国狡猾的地方。我展示一下实力，但是我不能跟你正面对抗，因为一旦正面对抗，
其下场、其后果我心知肚明。因此，亮个相就走，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当然，这时候英国的新型航母走了，还会不会再回来？这个呢，我们拭目以待。它未来还会在中国的东海或者是南海有什么样的展示活动？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密切观察。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